癌症呢，一般来说生出来的时候就得癌症，那就是娘胎里带出来的，我们称之为遗传性肿瘤。其实这个比例，大多数癌症是后面带来的问题，但是也是为有了基因技术实现今天的癌症已经不是以前的放疗化学手术，我们以前就这叫三驾马车嘛。其实这个就涉及到人类基因组为什么要做，最早是为曼哈顿肿瘤，1969年阿波罗登月了，1971年尼克松上台，然后就当时直接对美国国家癌症中心 NCI 开始大量去加大对它的投资力度，提出的一个肿瘤的涉月计划。因为我已经阿波罗登月了，他期望的是我也不能花几十亿美元，我就彻底攻克癌症。因为那个时候美国国力到了一个最强成的时候，而且援助非常高投，那个时候也是美国跟今天中国有点像，癌症是一个最大的问题。结果15年失败了，所以1986年美国的科学杂志科学封面，这个有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叫多拉贝克，就写了一个词，这个词今天在中国用的很多，房地产经常用拐点啊，拐点他说的是如果不测出一个人的基因，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攻克肿瘤，因为肿瘤是一种基因病，肿瘤是与时俱进的，是吗？就是如果基因里没有这个癌症的基因，这个人就肯定会得癌症。他的问题是你这些癌症的基因生出来的时候都没有的，除了那部分遗传性的肿瘤，都是我们后天物理化学的生物的，包括你的气，它都可能积累退化突变，我们在复制的过程中错了嘛，然后你的免疫系统又没发现它就慢慢的就发展成了癌症了，及情绪长期不好，那个会改变基因质，会非常明确的当生的就是你这辈子你的情绪和环境会改变你的，不用当生的当天附带明显的感觉，哈哈快笑快笑啊，所以不要生气啊，反过来就是说笑的精致也不行，对哈哈，反过来用正念，这个人就能改变他。所以现在我们就是奥秘不去物理上的时间已经不分了，物质和能量也开始不分了。你所说的能量是有物质基础的，就说意念真的可以改变吗？意念天然是要消耗物质的，所以意念本身对一个人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依据。我们今天科学层面上讲这两个东西是不可分的，但只是不能判断什么时候生气，什么时候笑会导致什么癌症。我们目前的主持人，目前的至少生意这件事情大概率会引起一系列的症状，当然首先引起的症状不会是癌症，它首先影响的是你的神经系统，因为你会产生大量的有害物质，甚至让你出现在今晚每狂2级领导自闭，这些都可能这些问题，但不会导致中风啊，中风更要气质的。也就是说，虽然我的生意能导致这样的结果，或者说就是构成了这种心梗，前提是你的气质已经有问题了，它不会说你血管干干净净的什么都，这种情况还是很少，它总是积累很多症状，就是它刚才讲的啊，就是说这个生命本身就是一个例外嘛，因为这个基因它一直在传承，但是我们能够进化，就是那点它总有一个变异，有的变异呢就适者生存了，积累，其实就是说这个复制此时此刻就在我们身体里进行。那有的复制坏了，那就是埋在你的一个不好的地方，你可以这么去理解。是说我们就假设说聊1个小时的天，我们体内的细胞至少更新了上百万个，一边说一边似侧面又生，所以有一个古希腊的典故叫特修斯之船，船这儿个出海弓箭换木板，所有的木板都换完了，这艘船不是原来那艘船了。对于我们人来说，7年就一遍遍更换所有的细胞，聊完1集咱就不是人了，就不是原来的，就不是原来的了。文道，我们现在认识已经3次人生了，重新视为人了啊！哎呦，人生3次了。你说到改造什么样，我还没讲完，哎，在这儿过程中，为了让您互相认识，就是因为都有例外，我们有一个东西没变中枢神经系统的拓扑结构，没变中枢神经系统的拓扑结构，说你能记住徐老师能记住窦文涛，你们俩有几个神经元的连接在海马体和其他脑区，那个拓扑结构没变，拓扑结构就在虚拟电话号码上或者是身份证，它是一个3维的信息，那就要得老年痴呆症了。那么拓扑结构就变了，就理解这么吗？要不人您是谁啊？您是谁？所以我们讲的就是，我听说在你们公司那个门口有一个那个雕像，底下写的是永生、永存、永生啊，那是说如果它一直在换，一直换，其实可以达到这个永物质上不能灭，就像我们今天用的所有肿瘤细胞一样，是来自于一个美国的啊，我们应该说是一个先驱吧，他也不是一个运动员，就是用这个细胞叫 HeLa 细胞，现在存在，这个 HeLa 细胞仍在增殖，还在复制，那个细胞就永生化了。现在增殖和复制的已经超过HeLa是本人的上万倍了，就是这个人已经复制了1万份了。我们都拿这个细胞做实验，它就在眼前
前这个肿瘤的一个核心标准，肿瘤细胞，这就是一个永生的东西。一世一世来台先说的那件事情，就是说癌症是跟基因有关，但目前基因研究的现状并没有帮助我们去克制和消灭癌症，是不是这样？先说两句废话，正确的废话。没有科学的人文往往是愚昧的，光讲人文没有科学支撑，但倒过来更危险。说没有人文科学是危险的，那当然了，所以本质上基因本私啊，但如果人性也本私就完蛋了。我们最关心的是无私的人性克制基因的自私性，这是人。因为对于人来说，一个很关键的事情，看这不是废话，很重要。这是一个，当然很多人听了就认为这是正确的废话。我先把这个定论先说清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简单的从人类的健康的角度出发去理解，有3件事情与基因是深高相关的。第一件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外来入侵的基因传染感染新冠。是最典型的他对立。事实上我不能称之为感染，因为我们本来就在感染打报价的你身上带了那么多细菌毒，只是说你跟他平时是和平的，他没有闹。是我们一般认为你感染了你的蘑菇了，是因为你的言语破裂了，佛解决了这个，突破了问题太多，已经开发了免疫系统不行等等各种问题，这是外来入侵的基因。我们刚才聊了第一个无创产前基因检测，这是一个与生俱来的基因，这个东西决定了出生缺陷，也决定每个人的生存质量。因为我从娘胎里就带下了缺陷，会很麻烦，尤其是遗传病，如果福利在这方面更好，大家也不受歧视。有个唐氏综合症，我觉得没问题。如果你真的看到这些唐氏综合症的孩子，意思是周周现在在华大啊，我们就拼到了我们的公园，我们自己还有唐几个宝宝，他们都是幸运的，大多数唐氏人都没有见过公园类型。不好意思领出去，那是真正的你无法站在无限的伦理高地去讲这个堕胎这些问题，他要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来聊聊跟现在我们看得见希望的担心。是你刚才说的与时俱变的肿瘤的基因生下来就是好的，因为物理化学的生物的发生基因突变了，它是个与时俱变的基因，对，那有什么办法呢？我们现在是有办法的。我举了几个例子，首先说我们为什么感觉肿瘤多了，这确实是一个大问题，是满足我们生活的太长了。福尔是1949年中国人的平均数预期寿命，非39岁，39岁是可统计上的，还有很多统计不上来。今天中国的平均预期寿命是77岁，中国香港是最高的86岁平均可以活到86岁，就在这一刻生出来的孩子最大概率能活到86岁，没有战争，没有其他的问题。这个出生的孩子，我们现在大概率预测可能会接近90岁，日本现在已经是它的大阪地区的女性已经超过90岁了。人类正在努力的活到基因设计的极限，我们现在推测的极限是100到175岁，所以我们当时取了个120岁，这其实是背后还是根据自动化来预测的。实际上我们可能有很大的概率大家集体奔着90岁100岁活，这是一个很大概率的事件。而从人类如果活到80岁的情况下，你有多大概率会得肿瘤呢？大4分之约1，大4分之约1 80岁。如果一个人能活到80岁，大约有22%、-25%的想法会得一次肿瘤。你说一个人得了一个肿瘤又得一个肿瘤，也有很少大家听到，就是要不是一个肿瘤就死了一个肿瘤，要没有治好就也没有其他肿瘤了，往往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最重要的是提供我怎么在肿瘤早期的时候能够发现它并掌控它。对，所以我们说没有突然发生的肿瘤，刚刚发现的肿瘤，也就是说今天他们提出了第一个可以干掉的肿瘤。2047年全世界一起，他用的词也很精准，不叫消失，叫消除，要求方案率低于4%。000，您猜猜这是什么肿瘤跟女性相关啊？能够是这个跟开发有关，开发宫颈癌，对的，子宫颈子宫颈癌因为现在已经有那个就可以打那种2张发票，一个是疫苗可以普及了，对，而且现在都在没有性生活的时候就打子宫颈癌，实际上不能称为性传播疾病，因为这种病毒广泛存在。有人说男性为什么不得，男性很容易清洁女性的宫颈，大家一般清洁度都达不到，当免疫不好的时候长期被中高危型的 HPV 感染，慢慢的就变了它这个过程。有多久呢？几年到10几年。我们知道梅艳芳也是因为这次走的抗，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只要你在中途做一次检测，我就可以干预了。我现在可能会用一些中止剂啊，稍微重视一下，实在不行我做个简单的原位手术，我都可以很快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了。因为
它都是牵涉的对现在10几岁的这个人，但这跟基因有啥关系呢？基因在里边起什么作用？这个就非常关键，就是因为这些宫颈这些核心的关键细胞能够被 HPV 病毒入侵，就跟新冠病毒入侵我们的病原体上皮细胞是一样的，只是它是一个慢性的。我查的就是基因，我一定要看看宫颈癌引起宫颈癌的这些高危型 HPV 病毒的基因，我才知道这个女性不要做干预。如果我能通过基因来及早判断癌症某种癌症的因为这首先是由感染引起的癌症，而且是长期反复持续慢性感染，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现在推荐3年一次注册疫苗的必须检测，如果有问题立即处理。所以2047年我们是有率的把这个目标率摁到4%，000以下的因为它现在还是女性的第2大杀手，第一个是乳腺癌，第2是宫颈癌。哎呀，但是其他的癌症不行，其他癌症越来越多。原来结直肠癌也是这样子，以前不是做10参结嘛，可现在测量机制，如果孟说你很积极了，你再做结10参镜，这样的话，原来有100个需要做护理肠镜的人变成5个了，你就让那95个节省了医疗资源。因为做护理肠道镜，你担心医生也麻烦，还要麻醉师，还要提前预约，还要去排空去住，不叫储蓄吧，至少要占1个诊室。这些过程其实就是因为过去不精准，现在我给你先一把刀，还是测基因。我正在这个过程中大肠或者结直肠最严重的细胞丢失出售的这些基因，这些早期可以建立基础的技术，不是诊断，这是一场放映，是一种修复的技术。通过这样的一个技术，目前我们是能够把大约有7、8种肿瘤都可以现场。就是这个基因呢，它意味着一个怎样的一个未来？渐渐的，我们知道基因管是哪个，一个基因管哪个，知道这个越来越多。首先知道它是这个样子，一个基因对应一个蛋白，因为我们的生命法则就是这样，基因到蛋白，蛋白到用途，这就是生命的中心法则。汉世纪60、70年代，这是一个理论，这是个定论。后来发现错了，不是一个基因对一个东西，可能是几个基因对一个东西，也可能是一个基因对几个东西。特别是这个接近你刚才说，它是一个网状的拓扑结构，特别复杂。你摁了葫芦就会平静下来。侏罗纪公园里有一句话，我至今印象深刻，叫生活总会找到出路，生命找到总会出口。你摁不住它的，哎，你往东来我就往西跑，你往西来我就往东跑。既然你反抗不了我，它为什么要31对呢？人类为什么要30亿对基因，是吧？这是一个特别的问题。其实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知道所有的生命当准备到一定较高程度的时候，为什么首先刺激性对按理说它要这么神奇，它没性也行就是因为人类已经或者说有些物种太高级了以后，它的基因已经不容易发生重排了。我们说无性增殖都是大肠杆菌啊，都是病毒啊，都是酵母啊，这很简单的真菌，它就1传2传4，它因为大肠杆菌20分钟就产生，人20年才一代您的基因突变要显现出来，那得什么时候？最好的方式再找一个，你们俩混一下，这把牌没了，我们俩就通过一个性别大家混一下，就像我不也是满族和汉族混出来的嘛，那可能就诞生的一些新的性状，可能好也可能不好，但这就是保留了人类的这个基因，还可以有一个可能的保持多样性、自然性本身的存在，是为了远缘杂交的一个成立是希望这个物种能够出生出更适应环境的某种性状。因为无性增殖它的性状往往是固定的，因为它很少能改变如此普遍的性应激，对人类不利，哈哈，这是对的呀，这肯定是对的，对这种生物的维生素是很不利的，确实。而且就是说这个我还是不知道，这就是它的基础有时候我很难想象，就是像咱说的抽象的说谈，那你们一说就是这里边有这个遗传密码，对，有这个信息，对，当然这在电脑里说我们能理解，它真的在电脑芯片上它可以时刻呀还是什么，它有这个东西，对，但是对人来说，它那个信息的物质载体是什么？为什么一个东西它听到了这个信息，它就制造了？我们可以这么去理解，就是我们就拿芯片来想起，你说一个晶体管就是0和1了不起，加了半导体就是个3态嘛，还有个中间的半导嘛，都3态，这个玩意儿怎么会有？聪明呢？对啊，就是以后积累多了，我们需要，这就是紧急情况，这就是坚定这个词在物理上，在哲学上，就是把一个东西简单从到一定编程讲授，它突然诞生了。这个原来没有性状，这个你知道，就是我看了一部片子，就是讲这个意识是怎么产生的，就是这个为什么这个大脑突然间就产生了一个意识，你
知道它有一个很有趣的比喻，就是说啊，当然这是学说之一啊，就是说你可以想一想城市是怎么形成的，就好像可能一开始就是一个驿站，没有一个城市，城市呢也不是说是根据谁的命令，它已经有千百万年了，越聚人越多，越聚人越多，这就像人的大脑最初呢有一个脑干，有一个很简单的要爬动物脑啊，然后你看你随着进化皮层啊，皮层对他就说城市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自我意识，就等于第一步也没有城市，可能就在一个地方一个路口，有一栋房子在等一个东西啊，就是加到足够多的数量的时候，是不是就是你说的这个诞生了这个词，就叫坚定，就自我意识坚定，你突然觉得啊，城市有智能事实上是一个现代的城市。我们在历史上看，因为我们现在是从农业社会，就是10000年什么样的城市才享有一个现代的城市，至少跑10人一个传染病的最小爆发群体是50万人，低于这个数字传染病都没有，因为根本就没有那么多人可以供你出去传播，就这个数啊，到了一个临界点之后，突然而有了意义，这里毕达哥拉斯的万物皆数。所以你看老鼠，我们说它的神经元7000万个，猴子是60亿个，人类是860亿个，860亿个，我们大约是猴子的大约就是14倍，老鼠才7000万个，你至少是老鼠的上千倍，所以你当然就支持特别多的所谓的聪明才智。但就说生命，我只是说为什么要通过这样一种 DNA 的这种方式，因为我听过一个人打过一个比方，当然不知道他说的对啊，就是说啊，说的是这种各种情况下，这个地球上的各种因素能够产生是人类这样的生命。他说好有一比这个概率就像是表格，说是在一个操场上撒满了这个汽车零件，然后呢一条旋风把这个零件吹起来，等它落下来的时候就已经组装成了一辆汽车，这可能吗？不在乎多久，这个过程是34亿年，34亿年可以制作大量汽车零件，在风中自行组合成一辆车。就是说，这是起点和终点被简单的说，希望这两个之间是一个严格关联的。首先说，我们今天的生命不是一定是地球静止的，我也不知道可能有外边来这儿，也可能是，但即使在宇宙来宇宙过。我们今天启动146亿年，在这个过程中有几个证据可以很好的能够验证刚才讲的这个道理。首先，它可能更好的比喻是，它把一批零件扔到海里出来吧，它想要一个吸附环境，塔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又不像气态飘逸的满室，又不是 SSD 完全不可固定，本体本身很重要，所以地球离太阳的距离很重要，所以 H2O 一氧化二氢很重要，它正好让你产生了养殖水、吸取水，就可以使这些零件产生碰撞的想法变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些化学分子本身天然都有让自己的自由的能力，或者说让自己的这种熵变低的倾向分子，本来就是物理的东西。徐老师知道什么是熵吗？我只知道负熵，老听人家说熵对熵是一个热力学的概念，代表混乱程度。如果我们都不管的话，这个地球会越来越混乱。所以热尔效应到了终结是万物终将归于虚无，这个宇宙会休闲能量又进入一个死寂的状态。所以人类或者说我们每个人都能活着，生命能活着，就是因为做负熵正熵就是混乱，负熵就是秩序，所以它是一个秩序表示混乱程度的，就是说所以这个东西这个规律啊，到底是纯物理的还是可以应用到人间也很想，就所有的东西天然的就会越来越无序。你喜欢1楼如果没有物业管理，它就慢慢越来越无序，越来越乱七八糟，这就是熵，对吧？这就是无序贸易，就是熵。你喜欢我们这个人由一堆乱七八糟的原子什么组成，一下子变成了这么有秩序的一个存在，那你就是负熵佛。但这就是所有的东西希望自然的方向是它向出的时候组建的。你可以想象我们形成第一条病毒的时候，也就是说就是一个单链病毒的时候，它就想去复制自己，它就必须奋起复生，它要开始管理自己。当然病毒这个例子并不是很好的，是因为它要寄生，所以现在一般更认为是先出来一个自养的生物，然后又简化成一个病毒，因为总是锻炼一个能够自己养活自己的我，成就了一个寄生能力，跟随我。如果一开始都是寄生的，我寄生谁吗？但是形成了病毒这个过程，说明今天我们通过大量的化学实验的模拟造型就可以发生，至少是可以来自一群无机物变成这些有机物。哎呦，我们听了这么多啊！我说徐老师听了人家尹老师讲了这么多，我想知道他们俩谈谈你们的看法呀。不，还有一个问题哈，非常重要。你看10万个为什么见着就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我明白研究这个基因可以帮助
治疗疾病对某人可以认识人是现在对于这些基因研究来说最坏的可能是什么？有几个问题，确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就是我们破坏生物多样性，这个破坏生物多样性的放松两种。第一个就是这个很多人问我，那你说吃果子狸吃这么多年了，为什么03年的时候吃那个果子狸就出了事儿？是因为你开始去争夺占领的领地了，你的探险精神越来越强，你对野外的这种探索范围越来越大，你去开矿，你去各种各样的去极地做一些极限的这种探险。那么很多蝙蝠给它放出来了，显然是放开了本来就存在的病毒，这些蝙蝠根本去哪里，可能不小心就跟这个果子产生了一个极，上面拉一泡屎，就跟它两个就默契了，然后你又吃这个果子狸，就突破了阻隔屏障。我们看到很多灾难片都是这么拍的，我相信这种概率肯定很小，但在占领中这种几率也不小，因为有多少蝙蝠有多少果子你都不知道。那第二个问题呢，是我们很多时候的时候，你自认为你做了对了，实际做错了，就是我刚才讲的物种。最简单的问题，你知道很多人都在问我这个我们有什么物种一定是底部啊，我实际上能举出很多例子，但是我现在说每个人都比较能够肯定大家都吃过木瓜，因为不脑子的木瓜都活不下去了，不底层的木瓜现在处于自然状态界，栽培它会被真菌感染，已经很难再活下去了。所以我们今天吃的椰子木瓜本身都是剧情的，但反过来讲，所有的物种又都是一步一步通过基因这样过来的。现在因为你知道目前在国外打的这种 mRNA 疫苗是什么？那不就是打流感基因吗？对啊，所以大家现在对这个问题并没有那么担心了，那是一段在你的消化系统之后都没有用，我都可以直接打到你的身体内，你认为这是疫苗？所以这 mRNA 这算一下嘛，看你怎么理解。剧情其实我们过去在讨论要点的时候呢，好像老觉得我吃一段基因不会污染我人类的细胞系是，但实际上就像茭白，我们吃这个茭白这个菜啊，这也是一个自然的流程图，是吗？茭白喜欢吃茭白是禾本科的，这就是从植物学分类来讲，和大米、小米是一个科的，是禾本科的茭白，以前叫焦瓜焦米的，它本来是六谷之一，它出的米叫谷米壳。这是粮食，后来为什么变菜了呢？因为被有去了啊，就是我们今天测茭白的菌组能看到一段真菌入侵了造成的茎部膨大，因为我侵犯了它的伤害，一遇伤就膨大了以后，哎呀，发现这个东西当菜了，这1000多年的概要，但你今天吃到不了了，但这都是好事啊。我刚才的问题是有哪些坏的？可能我说的就是这个问题。你知道美国今天为什么爱尔兰人多？因为爱尔兰人逃到美国国了。爱尔兰人为什么逃到美国呢？是因为当你吃土豆时那个大饥荒，是吧？为什么大饥荒呢？是因为为什么土豆会大饥荒呢？因为你只带了一个土豆，只要有真菌感染这个土豆了，这些土豆就都死了，它没有野生土豆，对抗不了外来的疾病。实际上你是温室栽培的。当大不列颠王国不给爱尔兰施粮的时候，爱尔兰就开始往美国批量跑，这就是这个问题，这就是地域单一带来的问题。本来大家都觉得心地善良，伦布大航海时代，我把土豆带过来了，然后让当时欧洲的人口快速膨胀，荷兰、爱尔兰人每天就2顿饭，大土豆、小土豆、小土豆、大土豆、大土豆炒小土豆，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但是你就种这种土豆的时候，它的基因很脆弱的，它没有保持可以自然的去对抗本来人家爱迪斯坦的土豆，也不是给人吃的，它本来在头部存在优势的这种抵抗能力，你今天拆除了，就是一个为人类补充淀粉而存在着这么一个物种，我们就麻烦了。所以无法去理解基因实际上是一种信息的载体，是携带信息的，这个载体非常准确，对吧？所以说我们实际上是要保留一个在规模范围内的平衡和多样性。那你刚才不是说有就是30亿，对吗？我们人是有30亿对，就是说我的信息就是这个载。体现在我有一个朋友，他认为就说我们人类会在进化过程贸易有一天会达到，会认为我们这种载体不能够完全承载信息量了。他谈到人工智能，其实就等于说就现在的这个什么比特币，他认为是为 AI 去准备的，因为它身上的那个东西能够承载的信息量比我们更高，对数量上会不会增加是30亿变成31亿，是这样子。就基因而言，一个细胞30亿够用了，神经元连接860亿，就是你有860亿，每人都携带了30亿，而且这个顶层结构进步几乎保持了改变了，我们就开始神经退行了，老年痴呆、帕金森就都开始出来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中枢神经系统，就是这么一个逻辑。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现在因为很多人都在讨
论嘛 ，AI 不会取代人类。我们今天不是骇客帝国的早期，今天诞生了一个叫做物质世界的次元宇宙嘛。其实我们在做基因有一个词叫红基因组学，红色基因组原基因组就是把你的全部细菌和人的基因一起混着讲，因为你引入了基因概数是人类的大约150倍细菌的基因，比我们还多150。倍呢，因为 x 的量是你的3减10倍啊，所以它加在一起，它是个集合。评论是群体方式生活中的这不是人多力量大，可以这么理解，菌多力量大，菌多力量大，菌多基因多是这样子。所以就是说你要明白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就是今天的人工智能我还看不到这个希望色。我们今天的 AI 更多的我只能说它是计算神可，人类会算计特，这两个词是不一样的，计算和算计的不一样。当很多人给我演讲时，我这件事儿特别准确的时候，我说你这东西不聪明，聪明就会犯错，不会犯错的系统一定不智能。哎呀，作为我们的这个结语啊，我觉得很有意义。这个爸爸和儿子有多像，基因决定的有多少还是挺难的啊。这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哲学问题，是先有爸爸还是先有儿子？所以说孩子是什么？先有爸爸还是先有儿子？我们一般说先有鸡先有蛋嘛。这个问题讨论很多，先有爸爸还是先有儿子？哎呀，过去我记得那个禅宗有一个公案呐喊，让你经常参一参呐，说这个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的，哈哈，这有点打击风的意思啊，本质上是一个脑筋急转弯的问题。儿子还没出来之前，那个人不是爸爸佛，这是逻辑。但他讲了这个问题不一定急转弯，以很安静是可以很安静，就是说父亲跟着儿子或者是爷爷再到下面孙子，他们中间的这个相似程度有多少？我一般说中国遗传对我来说，一般来说，各社会属性的人呢，遗传什么不只是父精母血，父精母血那只是其中的一个，我们叫血脉。我们今天咱聊了半天讲中国话，这是文脉，还有一个是君脉。你的持久性仍在遗传同时交付奶细菌的，尤其是奶妈就长乳母，对乳母基本上把基因大量的细菌的这部分的基因也都传给你，连着菌群一起给你了。就说有人说它会长得有点像它的乳母，有一个关联很重要的概念叫表观联想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的基因没有变，但这些基因表达的位置变了。我们假设就说这个说床前明月光，我们这个一听这是李白的《静夜思》这层，大家都没变，但是你怎么读？你是读床前明月光还是床前明月光？它的表达变了，那这个时候你付出的状态差不多了。所以这样的遗传呢，也是我们今天对遗传这两个字的定义提供血脉，明显文脉、淡水、君脉。上面又多了一层表观遗传的内容，它让我们人类继承了很多以前没有的记忆。你说的这个引起了我很多联想，就是过去我们这个文科生吧，也可以说有些吧，根本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文化遗产不是遗传，就是文化不会写在一代人的遗传基因里，文化基因摊。我们从最简单的生物去理解这就是你我经常举的，就举两个例子吧。第一个，大家都懂老鼠，这个见了猫没见过猫，扛也怕，无论大小，对于恐惧的记忆，这个恐惧的记忆是通过遗传的方式记下来了。还有更直接的证据，就是有一个很小的一个蠕虫，我们叫线虫，这条线虫呢，知道吃哪些细菌会使自己中毒而死，然后它就会通过遗传高起来的以后看到这只细菌不要吃，通过 mRNA 就类似于我们的 mRNA 疫苗的 MIRA 的方式在代代往下遗传。所以这个东西如果上升到了文化层面上讲，它应该会有遗传资源在，不能说它完全不能遗传，它不会，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这个基因的影响因素。相反，说行为认知的对观念的这种先天和后天其实都有。对先天的一定，我们是说人肯定是有天赋的，这我承认，但我说的是基因是测不出天赋的，这两个并不矛盾。再加上后天的习得不是后天的东西，大家都很容易理解。对见就是先天的东西占多少成分起多少作用，龙生龙，什么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这有没有道理呢？这个我们从社会性而言，你好吃懒做室内环境呢，你传下来的，那你爸爸也是你爷爷那里传承下来的地主嘛，你黄世仁的儿子嘛等等等等现在，但这些是后天的，对多少被称为浸透在血液里，你从生理学上有多少可以解释的呢？
这种遗传，我们先从生物学上往上数8次，因为我们所有的线粒体，线粒就是细胞内部的发动机，叫线粒体，叫线粒体，线粒体啊，萨拉里面几乎没有线。粒体线粒体主要来自于卵子，男的没啥用，哈哈，男的给了遗传物质啊，所以就是说线粒体基本上都是妈来的。我往前走的时候，所有权人应该能追溯到一个妈啊，就是夏娃的那个，就是线粒体夏娃，差不多就是20万年前吧。我们智人刚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啊，我们找不着霸 Y 染色体，一定只能来自于所以往上数也能找到一个外祖弟弟亚当，大约也是28年前，但这俩不是一对，这是我们目前认为的证据都在非洲，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非洲说的主要的理论，至少我们今天的速度相当快速，速到那儿去。对我来说，有一次看一个纪录片，就是还看到就是说，说你看就剩多少万年前了。就是亚当，我一看那还要附出一个图，说可能长这样，我基本上有点像泰森，哈哈，那是我们的祖爹是吧？祖爹，这是他来自基因从这条线顶部的绝度，从线粒体和外向上染色体溯源，方便到达这个样子。当然，今天是单中心取源还是多中心取源，是非洲说还是东亚说，大家还是有争论的，学术界也不统一。但这个过程中呢，换言之，徐老师，我们走向上述中华民族的，特别是男性非常简单，大概发生在5、6千年前，有3个染色体急速扩展。我们如果回顾上古的这些神话吧，或者说就是古典山顶对哪3皇帝炎帝蚩尤看得很清楚，那3脉史料是不完整的嘛？哎呀，我们也搞狮子33就那个染色体症。在推广，在未来拓展，就是等于说他们那个时候的后代很多。今天另外一个支撑的数据呢，是在欧洲至少有大约7%的男性产生了吉思汗，就黄金家族这条脉啊，这个更好理解，是蒙古西征的时候啊，就逐渐的大家其实都是男的杀了女的给你传宗接代，然后慢慢混就混成今天这个情况往上溯到一个家族黄金上去，希望说是成吉思汗的孩子最多，及他的后代哈，不能他都是生的，哈哈，他的遗传给了他这些儿子最多，托雷啊，续猎物啊这些吴京来啊，郭靖倒跟他好像关系不大，哈哈，郭靖咱去找郭啸天那是另外一半，所以就是说从血脉上溯呢，我们往上数一数啊，咱俩500年前也许不是一家，5000年前最大的概率是一家没多远，所以我们应该相亲相爱啊，对吧？就是这个文化不会写在，因为咱不知道它是怎么写的。就是说一个基因，你这么说遗传变异哈，但我想象的要像电脑那样写的话，当然我过去看闲书啊，听过一个说法，就是说一个人的身体素质珍藏人类所有的经验和记忆。我不知道这个物质载体的外观上讲，不能说这就是我这辈子的经验，对，也以某种形式会记载在往下传的 DNA 里吗？我给你举了极端的例子比较好讲，就是在医学上，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玩笑的话，还是我们骂男人的真正对人类健康有影响的是那些失去生育能力的老年男性。哎呀，就是你了哈，徐老师，我没说哈，什么意思呢？就是把你那句话现在说你抽过的烟、喝过的酒啊、打过的仗、干过的这些事都记录在你的家乡生活经验。男孩里是正儿八经的会在你家乡做减数分裂的时候，以表观联想的方式产生。甲基化更多的是积累了变异的突变，平均35岁以上的时候，每年都会多2次突变。目前可以测得出来的对人类有坏影响的，我刚才没听到那个坏字，我突然想，哎呦，责任这么大，哈哈！我这个地球有很多劳动力库啊，你知道全世界在欧洲吧，顶尖的其中的一个以色列库是哪个国家的？这个国家男性身高是最高的，荷兰。对，1.87米的平均高度，荷兰以色列库是大家都想要的，因为很多人即使没有结婚，我也想要一个孩子哦。有了这么一个各方面都很优秀、高智商、高学历又很帅，大家看着都很好。然而他贡献90%都是自闭症生出的，后代都是自闭症。后来发现他就是自闭症，通过女孩把自闭症的基因带进去了。我认真考虑过，我那 UCL 读书的时候，他们拿来一张桌子，大学生240奇怪尖叫啊！我当年读的硕士扛400多，就是捐1次精，对，不是。捐1次精1个月得去4次啊，捐4次精，哈哈，硕士，我刚才讲了400多啊，博士是800，当时400对我来说很大的意思啊。我们人认真的考虑着
阻止我们的，就是有人说以后你跑到超市对面走过来一个徐志东，你怎么办？想一想，哎呀，算了吧，现在补啊，哈哈，那个女的呢，那个卵子有这样的，卵子是配几只卵子，从你生出来那一天影响不大，就这几万个卵子啊。劳动力是一个有竞争力的，致我们男性的精子质量正在下降，我们要承认这。一点就是越早发挥的越好，孩子还是要早生。它的一个逻辑是这样的，就是供我们男子精液的精劳动力的子数从近1亿起，现在降到大概就2000万左右，优秀竞争对手少了，而且这里面是要架构的啊，这个东西大家都能理解的，就是蝌蚪，对吧？对，这是个头，后面带个尾巴，对，那条尾巴怎么游呢？是个螺。旋桨一样转着走是这跟那艘潜水艇一样，精子唯一的线粒体就是在它的尾部头部，就是遗传物质，所以女孩也很厉害，几乎携带不了病毒，太小了，病毒进不去啊，空间不够，就是这样子。精卵遇到一起的时候呢，这个首先啊，一个煮熟了 B 卵子上了，我们简单易懂啊，它只是发出一个信号告诉我要进去了，然后这个镜子它是没用的，噎着了，哈哈，紧跟着那个卵子打开了洞，B进去了，这就是开创未来。我有时经常拿这个例子来比喻创业跑得特别快的那个不是好事儿，你只是创想帮助第二个打开了一个扇门前浪，铺在沙滩上，对，但它是随机的，因为那个卵子有很多很多了，它希望在哪个位置开动你不知道的。您看上一集啊，这位尹老师给一个讲课，就徐老师你肯定知道，那个时候就是严复翻译天演论的，对，后来我知道了呢，这个翻译的很完整啊，他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啊，也改变了一部分这个赫胥黎的意思。对，赫胥黎说呢，就说这个适应者生存嘛。赫胥黎的意思就是说呢，动物界都是自私的基因嘛，都是自私的。他说，但是呢，因为是人类相反，我们可能有集体的利他的真利他、真利他的行为，但是呢，你知道这个完全复述他们当年。存在感于我们那个生死危亡之际啊，这个晚上的时间，对，所以他们为了推动这个思想变革，他把这个思想就说成是适者生存，适者生存就是说你要不强，你就会被灭亡，就变成了我们以前比较担心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让大家去筛选人口质量，所以希特勒最终耗尽了最大的，是通过高。尔顿的这些优胜论，其实那一脉现在就100多年的时间，但你说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就其实人类的每一项活动都是有意义的，也就是说今天你怎么定义智能？我们现在在城市里，我们可以活扔到草原上，那可能是今天非洲人那些原始民族，它比我们适应的环境更重要，看你怎么定义。所以就是说，从你们的研究来看，理论讲授、大学教授的这个遗物遗传，他的儿子不见得就是最高盖，就是大学教授。我们自己讲富不过3代985也不过3代4爷，我问过很多人，复旦、北大、清华连续3代的几乎就没有。换言之，从我爹是看不到我的。你看他已经像赫胥黎就已经讲到了这个自私基因对利，他基因对就是有利他的基因。还蛮难的，我其实很难定义它的基因叫什么，但是人类从人性上讲是真的有，就是我们是第一个诞生的真理他主，意思就是其他的物种几乎不会为别人而死，顶多是为了自己的亲戚而死，但你真利他主义不是基因啊，是后来的一种道德训练。问题就在这儿，就是道德训练会不会影响基因，甚至于我们再往前问一步，就是过去我们认为一个孩子他这个性格啊，或者他这个脾气，甚至于说他这个待人处事的，对这些东西是跟人家模仿的爸爸妈妈怎么受家庭影响，对吧？但是呢，我跟着你傻白话，你一听就是文科生啊，就是你像我们这个王阳明对讲这个心学，一直到他可以追溯到孟子，王阳明这个心学，他讲的啊，就说人心里有一种东西叫良知，这个良知啊叫不学而能。孟子讲的意思就是说，天生就知道什么害羞，或者说人天生就有恻隐之心，就是看见一个小孩，这个掉井里了，你天生就有恻隐之心。现在他认为这个恻隐之心，王阳明认为啊，这个恻隐之心是天生的，我就这么傻乎乎的联系了。如果他这个心学说法能成立的话，那么某种恻隐之心跟基因有关系吗？31亿了，现在哈哈，31亿人类是怎么会有恻隐之心的？我们现在看到了有本书叫《人性中的天使》，天使就是暴力为什么会减少？对，真的认真讲，就是因为进步了，就是因为我们科技提升了，大家都不需要再争个你死我活了，全身其实是一个修罗场，没有什么生机勃勃的自然。我们看
到了生机勃勃，自然是人类自己赋予它人性化了，本质上是物性化的一个自然，那东西就是个修罗场，两个物种一起遇到就是吃啊杀啊，大家一起能。后代啊，选择很少啊，我们能看到的基本上每个物种都在强烈的选择和被选择贸易中，这是实际的自然。按照刘慈欣的话，这就是一个黑暗，这是一个丛林法则。现在人类的话，也就是说基因不是能决定性格，确实有一些基因是极端的更轻松的躁狂。换言之，这一部分人呢，也可能更容。以及在战争年代，他可能经常能够获得特别高的战功啊，嗜杀成性，特别勇猛。其实这两个词是一个意思，看是从你这边还是从敌那方来说，这个对。但逐渐，我们对这种战争的代价越来越难以承受的时候，这就是核战争大家都不可承受。那这个过程中呢，大家就更加趋向于近于文明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整个人类在性格应该注重与人为善的这部分要素是越来越多了我觉得今天我们能够解释的或者大家容易接受的还是苍人食而知礼节社会大环境造成的。但是从我们基因的角度来看，我们同时间接的去筛选掉这些暴力的这些要素，因为它可能会被更多的力削弱我讲的是自然选择，你选一选，它可能不会占优势了。您可以理解，今天如果我们天天打仗，这是一个特别嗜杀成性的人存在最多的后代。如果今天不打仗了，他没有那么多机会，有更多的后代现在嗜杀成性的这个基因，我说的是比较极端，就在这个基因谱中逐渐被筛掉了，这叫基因票变可。已在非常短的期限就发生我可以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就是说美国的这个雨燕燕子的一种曾在高速公路的桥下筑巢，可现在的雨燕一开始飞的时候一定是先往下落，然后再飞起来。第一辆车太多了，所以雨燕掉下来就被撞死了。就因为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短短几十年，所有北美的这个雨燕它的翅膀全变短了，因为那些更长的翅膀飞不起来，短翅膀的就可以在车窗上它飞起来，这是被筛选出来的。你可以说这是车带来的问题，但在基因上长翅膀的语言就被筛掉了。我可以讲一个例子：1924年3月8号，1924年38妇女节，38妇女节，何香凝提出废除一夫多妻制结束。一个腐朽的给予女性更多的选择权，使得每个男性都有机会有一个老婆了。就是你的基因，比如说有多少基因特别好，假设说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你可以娶20个、30个老婆。其实你是用钱去买断了这些女性的机会，你生孩子的成本，这意味着多了20-30个光棍。所以一夫一妻制这件事儿本身就是让基因问题的保持其多样性，每个人的基因都有机会供给，所以这样的事情你不能简单的，因为我以为是有钱的男的不能多娶老婆，对。香港已经到了60-70年代被废除的很晚，澳门你看我的还有学生，我的学生有很多讲自己的家里就是一个爸三妈、大妈、二妈都有，对。在一起生活的就这样，我以为这是一夫一妻制，应该是保障女的吧？照理说这就是保障整个性别斗争的损失者，应该明白这是对的分配的。从这个哈姆拉比法典开始就加上一夫一妻制，但是到了因为中国确实是把农耕文化运用到了最大限度，所以我们已经存到了最近晚我们理论也叫一夫一妻制，然后是一夫一妻多妾，就是用这么一个角度，因为理论上一直是你太太只有一个的，就是妻子什么皇后啊，什么宫斗剧里边都是一个的，其他的就是只是男女不平等，女的没办法，这样除了武则天。所以你看，就是意思也就是说，在动物界那是天地不仁的对吧？他的一颗星星或者什么的，他有条件的，他要占有更多的交配机会，因此这个基因的传递的效率就大直接体现了。但是所以我就说这个人类是限制很不赢的，限制人类的文化和文明，它最后它产生了要公平，但是这个公平和你讲没有，但是就是古老的这种本分配制度的制定，我不知道这个不是叫情感基因还叫什么，或者在我们的记忆中使用过，也就是说他们说的就是产生的风，就是为什么男人的会嫉妒女人的会特别不一样的，就是说男的会嫉妒是他因为不知道他那个后代不会是他的，所以男的更在意女的没有跟其他男人的本质的关系，而女人的嫉妒呢是渴望情感的，也就是
说他可能感觉到得这个男的他跟人家情感出轨比身体出轨更重要，是因为如果情感出轨的话，就说财产一半被分，就是说他对这个男人的资源的占有这个财产就会被别人给拿走抢走，所以尽管这是一夫一妻制的，但实际上我们记得里头那样是这个不是一夫一妻制的这种记忆。对，今天就顿悟了，就是说动物是通过你讲的那个环境啊，基因进化出来，人类通过一系列社会制度遵循文化习惯的随时调整多种束缚的调整多了一个捆绑的调整，而且人类的这段历史是很短的，跟大部分动物比。如果遵循这个动物界的这个逻辑的话，所以我们对这个很公平这个要求或者文明的这个要求不公平，呢，就是人人都有传递 DNA 的机会，这就是我们的价值观，对吧？是希望表面看起来好像这个跟 DNA 的意志有点不满足着。但是呢，我还看过一种理论，某些社会性的东西没有写在 DNA 里，就是所谓你经常看到、经常帮助这个族群，它在这个集体的意义上生存的概率可能会更高。这是个有吗？这是确定的。结论是对，就在当年大迁徙的过程中有血缘关系的家族中的多数概率较高，这是有证据的。你看，就那违反了这个那他自私，他要活下去，不是因为有血缘关系嘛，所以我只要照顾我这个族群的人，就是激励我的基因嘛。你会明白母狮子是互相照顾小狮子的，但是公狮子一定会先咬死一只公狮子，小狮子才会使母狮子停下来，对，重新进入孕育期生自己的孩子。那蚂蚁呢？蚂蚁是一种，蚂蚁是克隆，生殖是科隆生殖，所以不存在这个问题。蚂蚁是一个社会性的物种，因为你刚刚说了这个，我就在想，我们现在很多人喜欢看那种就是完成的片子，看动物就动物世界的片子我们看的时候其实觉得特别好看特别美嘛，但是加上很多人类的解释，对了，那是你人类的视角，是不是因为我们看到的原来我在想它不像一个世界有杀戮有求偶有什么有这个部落有知道实际澳大利亚的鸟是怎么快被弄光的嘛，被猫野猫刺，就实际我们看到的这些事实，澳大利亚的野猫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了，会看到哪个地方着火，这些猫就会很远很远的地方就跑过去，消防队不是因为那些鸟就会被烤熟，我以为去救火，我说这也太利他了，甚至很多猫已经利用人之危，对，就趁鸟之危就开始进行这种屠戮，真的是灭绝式的在消灭。鸟它只是没发展到暂时的地步，哈哈，所以我们还是不如人类，所以我们人类应该暂停，所以对我们要真以为我们人类世界跟动物世界一样，我们就会越认为我们也是一个物竞天尊，我们可能会看到很多一些动物界我们也解释不了的问题，即这个鸟类确实有非常严格的以夫一妻的比喻，鸳鸯也有也像鸳鸯，就还有很多的物种，它有语言你听不懂鱼的记忆，也界面是7秒鱼的记忆力可以很长朗，有些鱼会知道谁是它的主人，他会跟你打招呼，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今天对动物的很多理解，应该说有点像我们对人类婴儿的理解，他早就会了，他说不出来，你就认为他不知道。就是我们讲 DNA 的利益DNA 的利益就是你个人的利益还是这群人的利益，比喻蜜蜂，对吧？它看起来就是什么，只要我的 DNA 能承下去，某人对某人的生死对是可以牺牲的，对，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利于他这个人口，我们不叫真利他，这个叫利他，但这个利他基因决定的是基因自私决定的，你看就是这个自私，就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没办法，这是动物性的，是动物性的利他，这就是我为了种群的基因而死。我们简单讲一下，这就是利他的行为。这个利他的行为，这里面有绝对的基因因素，也就是说我们知道很多的一些真菌这个过程中呢，你会发现总有些真菌可以一直往上跳，后来发现它不是一个骗一个，最后最笨的那个被骗了，哈哈，这是基因决定的防激光或者这些，它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这不是基因问题，这就是那一刻真正他为了所在的这个人性，这个人叫真利他主义，他处根本毫无血缘关系，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从哲学层面讲，从科学层面讲，都应该去重复的一个东西，真的对他有利，就是崇高嘛，倒不能讲崇高吧。某人因为你自己定义了，你叫灵长物万物的灵长，靠
啥呀？这至少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哎呦，这个爱在 DNA 里嘛，那跟增值有关。哎，这个有关。爱理论讲呢，爱是一种难以描述的情感。这个爱就是男女之爱颠，风之爱对群体之爱，对人性、人类之爱是不一样的。对，所以这个爱不是一个，至少我们今天从农业学的证据，就是从我们的前进这荷尔蒙的证据和来自这个大脑波的证据，它都不是一个的。你喜欢有一些爱，就是这样的暗示，我相信动物也有，但有一些爱恐怕只有人有，或者说只有人能被证实，有一些不可证明的不可证明。所以这个问题呢，会到了一个，就像我们刚才聊到的，就你说那个城市到什么点上以后，就会出现一个我们人类共有的爱这个证。我们也许永远都找不到，因为你无法拉住自己的头发，把你拽离地面。就是说，这个 DNA 啊，为了这个意识的产生，我们还不太清楚，搞不清楚。我们现在还在努力的看两个层面的东西。第一个是我们通过脑电波呀，通过这些神经元的这些连接去拆解它的一个，这只是检测到了一个结果，我们不知道这个结果及其成因之间的关系。第二个是我们在不断去研究你这861个神经元的结构是怎么做的，我做不出来，我不知道，所以我必须在结构上先还原你，有点像人类基因组计划，我得先把31个弄出来，我感谢这一个基因怎么回事。如果我这31个基因都弄出来了，你说这个基因干啥，那个基因干啥，这都是缘木求鱼，这都是管中窥豹啊！所以你刚才说的爱是还不能从基因角度解释，还有什么是不能从基因角度出发的情感的问？提到今天的业绩几乎都不能用纯基因解释，那能用皮革、饥饿能看到的可能是一个结果，但激素的这种调控也非常精准啊！举个例子，就是这个很多纯粹是做神经生物学的人都明白一个事实，这就是人正常死亡的条件下不是横死，正常死亡的条件下，其实他在临死前大脑会自己把细胞大脑细那么你从生理状态转变成病理状态，释放大量的色氨酸、五肤色、多巴胺、内啡肽或者类似的物质，什么意思？让你感觉很舒服 ，calm fun champagne 过去。对，所以我很多人说有过濒临死亡的体验，最享受的就是这个过程，有点像我们在高山，也就是说爬了珠峰下来以后出现短暂的缺氧所引起的性的去啊，这也是你帮助不痛苦的大脑紧急的时候，是吧？死亡是一个程序，死亡是一个程序，它是写在基因里的。细胞死亡和人类死亡是一个计划，这是现在医学的比方之前使用基因这些概念呢，适合历代的。短期有各种讨论，刚才讲的这个爱和这个恐惧，这就是对生命的爱惜成本能力都被解释了。就是用本能，就是这个本能呢，就不是因为道德，不是因为教育，不是因为训练，但是它最简单的讲法，就希望的这个本能就是复数。第一个就是增值的本能。那增值本能，所以喜欢小东西、爱怜，包括寻求等等。他认为这个人对自己的爱跟动物对自己小动物一样，他认为这不是教出来的，看他这是本能。生物学母亲一定可以为了孩子不要自己的生命，对这肯定是 DNA 吧？这个问题其实它应该是说采集对后代基因的保护，也有就是利他行为的一种保护，这个我觉得还是对的。那也有不管那小子的肯定也有。其实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提供原来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是他亲生的。哎呦，这件事就更复杂了，就是说即使不是你自己上心理重力认定，就是你的孩子，即使你报错了，你还可以救他。这个时候我就不能用基因去解释了。这种情况是有的养母也有为了自己的孩子不要命的，这也是有道理的。还有这个人就是不知道这个人就是报错了，但他就认为是自己的孩子也有为他不要命的，这些在许多科学证据中都有提及，都遇到过。所以我相信它一定是综合的两种结果，这样的一种行为，就还是先天和后天共同决定的行为，能够不能理解？就是说 DNA 就是人的一种生理性的东西，它的基本运作原则是自立的。你讲的这个问题有点像在讲当我晶体管少的时候，它都把 DNA 拆成元素，拆到这个分子层面上，我们看得头头是道。但是这个东西一旦达到一定程度以上，有了神经系统以后，它诞生了很多聪明才智，我们解释不了的东西。这个问题呢，我们其实是做脑科学的，有一个悲观派认为，以人的角度研究人的大脑是永远研究不明白的。对，就是对人就等于你不能揪着自己的头把自己拽起来。哥德尔不知道定理吗？就是说你在一个系统内部没有办法永远实现所有的要素都自洽，你必须有第三只眼去观察它。中国过去有个
笑话吧，古代就说这个大力士楚霸王项羽说劲有多大，当他的众将领说你看我能坐在椅子上给自己带来头晕哈，然而做不到，哈哈，对，这有点像你的这个比方。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也有这么多年讨论一个很基本的问题。我们先从科学上讲是很简单的，现在全世界的科学问题很多，其实就3件事啊。3件事呢，我们把它称为两暗一黑3个起源。嘿，怎么讲？两暗，暗物质，暗能量层，这是宇宙，我们看不见，但它就是存在的暗物质。暗能量，因为你能看到的都是物质和能量词，但是物质和能量一定有它正好有正数，必然有负数，这东西不够2个，这东西不够2个，宇称不守恒。现在这个东西我还没有到达，因为没有工具，但是数学上或者说我们经过模拟演练上它是存在的，这是2件大事，然后一黑就被吸空了。Fant 背后是什么？那个点不是起点那个字，不念基念其，很奇怪。起点的意义就在那个点上，所有的物理动作都是崩塌的。起一点 ，M 不遵循任何的，至少在宇宙大爆炸之前没有物理动作，这就是第一推动力。或者说这些物理学大师为什么好到最后都有了这种紧张的感觉，这是物理上所追寻的内容。3起源。宇宙起源、生命起源，最后一个最难的意识起源。如果不解决意识起源，这其他的问题都没用，因为你只知道意识起源，你才可以理解之前的两暗一黑2个起源。所有这些东西都依赖于意识，都是锻炼意识。您是这位科学家哈，我想知道，因为很多科学家就说最后有这个紧张的情怀哈，对我听到他们的这种感觉就是说，你越研究发现这个 DNA 啊，它怎么可以这么完美，对，是吧？它怎么就没有人，它怎么可以这么完美？或者其中有一个昆虫肾，有人怀疑说昆虫的基因是外星来的，说因为你把一个昆虫放大了看，真的有点就是它怎么可以那样的？即使最小的昆虫也比行星复杂很多啊，对啊，行星可预测，昆虫不可预测，你不会产生出这是自然形成的吗？好问题，它可能不是我们认知的自然形成的。然而我相信，因为这个提问到根上即有神吧，我们就可以说神人很复杂，所以是有神创的人，那神更复杂，谁又创造了神？这个问题在研究达尔文的到赫胥黎这个过程中呢，还是理查德戴金斯写过一本盲眼钟表大师盲眼钟表，叫简单来说就是说，你今天看到的复杂不是第一天就复杂了，它是经过无数次无数的修改才达到了今天的复杂程度。你不能忽视这个过程，尤其是我说的时间几十亿年啊，这个过程中是有可能诞生出如此美丽的东西的。包括看欧洲的一个教堂，几十年来的大教堂，那个东西的复杂程度也不是说我们可以理解的，至少不是一代人能理解的这个问题。我还问过那个赫拉利，我只是说，我就问为什么他就像牛顿最后是放弃了这个宗教等等，他认为这根本不是这个问题，他还没有研究到那种程度，他认为这就是因为他的家庭，这就是天主教家庭，他倒相反认为是人的或者你说的基因在里面就是带出来的。他那个家庭夜晚的这个气氛，他最后年纪大了会归于那个气氛，他不相信，就说真的是他因为这个东西，他说不可研究，他说我们要怎么，我们在谈论神，在谈论什么？神决定大事还是小事？是决定了我们万物的运行，但他说我们只是未知，这个叫未知。我们每一次的科学上的努力回到了不可知论，对，都把它变了，把未知变成这个已知嘛。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渐进的，它从来都不是这个位置。那么如果你说小事来决定说啊，这个女人要不要戴头巾，男人的不能喝酒，这种小事他根本不相信是神决定的，是人决定的。爱因斯坦实际上在高级我的自传里写过这样一句话，说我所信仰的上帝是那个来自万物，是万物秩序规律性所显示的上帝，不相信那个与世人的行为牵动着类的上帝规律性。就是上帝对他说物理战术就是道嘛，能不能这样讲？本质就是规律嘛，道就是道，规律就是什么嘛？他简单讲一下，我们经常说寺庙里面有个佛像，给佛5块钱论文，就求佛保我金榜，题名侧面说保我上市成功蟑螂，说让我能够做100万，我开玩笑佛不是开赌场的，呵呵，佛是管不了这事儿，呵呵也有。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不会注定宗教性和宗教混到一起去对缝，但是宗教性是一种信仰，
信仰这就是个道，只是这种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历史背景有不同的阐述观点，但对于大多数科学家来说，他信是有规律的，即使这个规律也是互斥的。因为科学必须被证明为不可被证明虚假的事情，就不是科学。严格讲义数学就不是科学，因为数学对的就是对的。数学是纯逻辑，纯粹是逻辑，它对的就是对的。我今天说了，就是在奥几里得这个三角形三个内角和就是180度这个东西不可证伪，这不科学，这是公理科学，一定是在一定条件下是用的。所以现在在科学界我们特别反对的一种观点就是无神论造神。怎么讲？叫简单的相信其次的科学就是无神论造神。对，这也很容易把科学神化，把当前的科学神话他已经忘记了，把 DNA 神话，把 DNA 神话，很多人就说基因什么干，我说不可能，基因能干的事我说得很清楚，与生俱来，与时俱变，外来入侵这3件事我说了算，我基本能看到证据，其他很多问题，你说这个人为什么会深圳，这真的很复杂，这不是一个基因简单回答的问题，但有些人就会变成基因决定论、基因万能论或者量子决定论、万量子能论，人工智能决定论、人工智能万能论、元宇宙决定论、元宇宙万能论，这都叫无神论。对，我是身边有这样的侃爷，那家伙侃的神的，就是说我告诉你了，你这辈子你活了多长时间，什么时候得什么病，甚至你说你会见到什么人，对吧？一直到你死的时候是怎么死的，全部写在你的基因里，所以还没有绝对的调查或者说对他跌不破的道理。人们家说所有的这个学科里面其实都有个人的成分。对，如果分一个光谱，个人因素最多的是历史，最不重要的是物理，大约是可以这样讲，因为至少从19世纪下半场以来，科学每过20年知识量就翻1倍，现在这个速度每10年就翻1倍，所以这种科学的复杂性的提升，使得大部分人已经跟不上科学的复杂，并没有让我们减少迷信，相反，因为科学的复杂性让大家更加的持有对各种阴谋论，所以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兴趣。因为阴谋论简单呢，就是我们反倒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外行人提出的一个问题反倒打中了一个关键，总是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无力这项技术，比如说已经10年了，已经20年了，已经30年了，那40年呢，就是相信科学的人他就会非常确定，就这个没有问题，即药品，我们就说美国 FDA 通过的药品，那就是可以的药品，那就是这就是科学就到认知这个了，所以你就可以吃了。但是永远也有人说，那你怎么知道呢？呼唤一个绝对要证明绝对安全，在无限远的未来，甚至说你的基因现在就用基因疗法。对，基因疗法我说是未来的一个福音呢，好多这个遗传病是，对吧？这种病很少见，包括疫苗，我们 mRNA 就是合成了一段基因然后打进去，但它模拟病毒，对，让人类最直接的习服了如何抵抗病毒，对，包括未来的肿瘤治疗、基因治疗的前景是很薄弱的，所以这个就涉及到这个问题了，就是说我们的科学家只能遵循目前的状况，我们的认知程度，但是科学也说了，我永远等待证伪，是今天我们不会在科学方面，譬如在基因方面，我们采取某种疗法，未来突然发现就叫这个黑天鹅，确实100个都无力，100个都有都好用，第101个出事了，所以我一直问他们，我说这有什么可能巨大的危险？证伪不是等同说触及一个边界了，证伪是住宅。其实这个在理论上、物理上不是经常有2个音符的段子嘛？其中第一段子就是说，就叫一个神枪手嘛，每隔10厘米打一个洞嘛，然后有一个2维的生物去看这个10厘米的洞，他就觉得10厘米有一个洞，他把它当成一个动作了。这在大刘的《三体》写得很清楚，嘿嘿嘿。第2个是一个养殖场，结果就养了一群猪吧，每天10点一敲铃，大家就给它喂食，最后猪里面有一个科学家，有一个科学猪总结每天10点就有食物，大家挣脱了1年，确实对。然后第1年01天集体拿去宰了，因为已经过年了，所以这就是一个证伪的一个逻辑。我们其实就在这个维度的生物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的，你就是一个3维物种，你又在时间上不可观看，假设说有更高智慧生命的存在，那我们今天很多事情都等同于白谈。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一直在强调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就是自由意志，自由意志就自由意志不存在。对，如果自由意志如果不存在的话，实际上就可以假设我们今天所有的东西都是被设计出来的，你的思想也是有边界的，因为你没有自由意识，所以这个过程呢，就是实际表现的
欧迪卡尔史记大成之作嘛，他就预设有一个无所不能的这么一个神或者是魔吧，我可以为你制造任何幻想。那他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问出一个什么问题才能证明我存在？他说我的想法了，我就存在，我想我在啊。所以今天实际上意识起源是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坐落你到底没有自由意识。你的自由意识不被你的悟性到底所束缚，你的想法不是无限的，是不是无穷无尽的可能？也就是说，你的算计的可能性不是无穷无尽的维度都可以。去而你也只是一个高等的 AI， 只是我让你觉得你已经无所不能了，就像你养的小白鼠或者你家养的宠物猫，它没出过门，但这就是它的世界。也许你就是那只猫，我们被困在地球上，这其实就是很多终极问题。我们最后讨论了很多，就是在讨论这个问题：你怎么证明你有自由意识？因为你有时会想到，你能想到的东西以前都有人想到了，或者其他地方都有人想到了。就是你在这个怎么说，在这个传统中间，是不是说我们人类不能证明我们没有自由？一直到了那一天发现能论证宇宙有没有边界，其实因为它是我们认知的，还是要回答几个起源的问题吧。如果宇宙起源是对的，如果能看得到，理动作又是对的，我就应该有生命的起源。我有生命的起源复杂程度，我注意到意识的起源，这个意识的起源在当前的宇宙范围内，它应该是和这个宇宙的共鸣所相契的。但是你说的这个已经变成了这个黑洞到达这个奇异点的那个地方，对所有值得注意的物理规律是，但是科学家又说会有一个界限，但对另一个界限那就是不可知。这些都是我小时候看的第一本10万为什么，就是天文学。那个时候看完了以后，就其他问题就没法想了，一直想一个问题总有一个边吧，宇宙之大那条边，你脚再跨出去一步怎么办？是不是你一跨人就死掉了？他的问题叫宇宙是有界无边的。有界无边，神叫世界呢？界就是居住想象，你在一个无穷无尽的大球里走，你把它拿走了，但你感觉每一步还是在这个球上想象一个篮球，你是篮球上的一只细。你是跨不出这个世界的，因为有气流，还有其他的基本物理练习存在束缚你。这就是爱因斯坦的定论，就是有外侧有界，你去不到，你换言之在那一点上连物质存在的基础可能均不存在。所以换句话说，等同再通俗一点，就是说你拿了很多尺，你学到了很多理论，你找到了，如果给你找到了那些尺，那些圆都是没有消失的。爱因斯坦说了一句话，这个宇宙真正的焦点就位于它实际上是可以被理解的。哎呀，这句话讲的特别智慧。但反过来讲呢，他也明白这个理解是有边界的，因为已知的越多，未知的更多嘛。对这个终极问题问出来了以后，基本上大家都回答不了你记中国古待人呐，就讲人呐，你就像诸葛亮叫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哈。后来我想，那不就是爱因斯坦嘛？就是说，你认识到了这个科学的规律啊，因斯坦死后，我觉得他在哪儿也偷笑啊。就是说，我说了，这个光从这儿到那儿多少年后，他会弯曲证明点。不假爱因斯坦这样的人，如果是在古代，那就是天师。那就决胜千里，告你什么时候日食，就日食告你什么时候。如果从科学界来讲，爱因斯坦真的是一个仅靠推演、使用数学的方法来兑换了很多我们以前没有办法去想的事情。爱因斯坦生于1879年，1905年的时候写刷增量相对论那年，他才26岁，26岁4篇文章同等 MC 的平方，已经推出了他是一个管专利的这样一个小事务员专利对局的。他最牛的就是写热带波嘛，就是预测了引力波的发现。我们真正看到了飓风波已经是2016年的事情了，那是因为工具大了，这就是你的工具达到了他所预测的很多策略，指导人类又往前走了好多步。你说爱因斯坦的 DNA 跟随着我们对我也跟他想到的一样的，问他的大脑不能做一些研究来改变这个人类的 DNA 的总库？对我们选择先想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你刚才说的爱因斯坦大脑，大家都认为爱因斯坦大脑大，后来死后他真的被解化了，他还小，对，没有什么特别，没有特别，所以他比我们还小呢，比正常。我们大概了解人类的大脑1400个立方厘米吧 ，cc 我们一般用毫升去理解，女性的会小一点，因为头大头小是一个风景的问题。但有说女性笨男性和女性智商是一样的啊，这得说只是在不同的点，我以为女的比较聪明，嘿嘿嘿，这更会说话哈。
你的感觉是这样的，哈哈，我还是女的，我还是用这个，这不是政治正确，这是真实证明男性和女性之间大脑结构上的差异占体积上小了11%，那就跟体型的差值一样，而且更强壮的男性比头更大的男性比头小的男性也差这么多，就证明这根大脑是没有性别二态型的，不会因为性别产生两种状态，叫性别二态性啊，这是一个定论，这不是一个命令。那么这个大小跟它的功能有什么关系呢？没什么关系，因为爱因斯坦的大脑也证明了一些这一点，是说明这就是传统的男性气质、女性气质，基本可以认为是后天社会文化环境，我相信是影响。就这样，很多人就认为女性这个数学不好啊，方向感觉不好，原来都不是在女性身上找到真正的证据，好，这个更多的是被暗示了，对，是被暗示了，就像星座这个玩意儿不存在呢，房其实更多的是被暗示。第10章，人类定制。永生与伦理，就是您在上一集提到的一个，我还没想好展开讲呢，这真的是未来必须考虑一个伦理问题，就是我们没有可能定制人类，从平凡、从可能性上、科技的可能性、纯粹技术的角度而言，我们这么讲，我可以按今天的技术下定制人类的任何一个定制序列，但它的功能我预制不了，就相当于31个碱基它，你说怎么排残，我可能给你都可以合成出来，但这个孩子不能按照你的预期发展成那样，也就是说打篮球超过姚明挤脸就像哪个明星这件事我们做不到，不是设计，不是做不到，就比方说他的肝啊胃啊，根据现有的科学研究是最理想的，不太大不太小，消除一些可能的疾病，脚的大小身体的这个比例，这些可以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今天还做不到，但技术上来讲这件事儿应该说迟早会有，是有嗅觉的。举几个例子，即大家今天研究的比较透彻的是酵母，就是我们花生的时候蒸馒头，现在蒸馒头能蒸馒头了，就是这是番茄，对吧？我们以前一直刚才是以色列呢，就是番茄了啊，一直讨论这个番茄红素脱，这就是我们喝的红酒要白藜芦醇酮这些，以前要从葡萄要从番茄里做，现在不用让酵母表达，让酵母直接表达，最典型的一个成功案例就是青蒿素。青蒿素不是从黄蒿里提出来的，青蒿素是从酵母里表达的出来的。有很多必需品不是来自它最初的原材料里，不是从生物质来的，你要什么就是我只要成分那个就是基因一样的。我曾经算过一个账本，你把澳门都种上黄蒿，就是产生青蒿素的原料充足供应的青蒿素，普通就这么桌子这么大小的一个发酵罐养酵母供应量是一样的，生物制造酵母现在能表达什么？表达便利，表达白蛋白以前可以替代我们人类只有献血才能得到的成分，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这是比较积极的好的生物工程的层面上讲 SAND 对人类的定制，就像您刚才讲的，要求对象技术上确实有呼吸，但实际上很难做到的 FOTA，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你说的按了葫芦轻松的平静下来，雷克你不知道掉了这个那个会怎么变，而且这个试错成本就跟转世轮恢复一样，仅有一次机会。谈对这个基因的秘密基本上就跟我们现在讲大数据一样，它要普惠这个地方就体现了某种人类价值观同意，你绝对不能变成说你有钱，你就可以获得比较好的基因，或者你就为自己做事可以做一个比较优化，没钱的人那只能比你更加愚蠢，越来越弱。我特别总结这个观点，我经常说不能把精准医学变成精英医学，有钱的人有权的人就可以肆意想受技术红利，换言之，死亡是最公平的节目，死亡是最公平的项目，死亡才使得下一代有机会替代上一代的生态位。我觉得基因科学就有可能改变这个，你这是一个人的认识或者说目前表面上大家的认可，但总有人从自私的基因原理来打破这个。我曾经跟很多人讨论过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从永生开始的，问我支不支持永生，对吧？我说我坚决反对永生，这不仅简单而且不能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提供人类归根结底民族的方式。弘扬不是个体的方式，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是居住。如果说第一个人能永生，现在已经有了第二个人永生，他俩之间会用物理的方式解决对方糖大加杀了一下就完了吗？我们刚才讨论的永生都只是基因层面上的永生，不可能说我把你这身体都消灭干净了你还永生，这是第二句话。第三句话
是最麻烦的一件事，意识永生谈，就是科幻电影里讲了你的意识可以下载这个，这是人家最追求的啊。这里边第二个危险霍布斯先前讨论过的人跟人这个冲突是绝对的。第三个是无数人追求的，特别是这些伟大的哲学孔子啊，等比阿里斯多德啊，如果现在能复制亚里士多德的这个一些思维观念。他现在不过时候啊，那有很多人愿意啊，人类的思想会愿意啊。那这个未来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止？或者说我最近生活了一些个人信息保护办法，不再用融资方式提出建议，我觉得刚刚好。但我们怎么能在这个过程中贸易消耗？就你像人类几千年积累了那么多智慧，今天你看看，原来大家都忘记。怎么能保持这种供应？总共没脑子是吧？对，这个成本太高了，这个人类智慧供给成本高，不是有些事儿啊，我简直觉得很难相信，但就是他们觉得可能正是如此。他们说已经连接接口连了一个什么动物对猪猴子啊，就是吵架好。哎，你看很多时候啊，文科生说的很高兴，我不知道具体上怎么能做到说。未来真有希望实现有一个接口，它能够读取我脑子里的记忆和想法，这可能吗？本次一些常规的实验，这倒不是马斯克做的了，这个面具做的更多的是电信号连接，这个倒不难，本身就是生物电的一个最简单的行为。你能读懂我的脑电波，我相信啊，我的想法怎么读啊？这是有这么几个。实验，这是真实发生的。就这样，我们知道了一些工程。我要切除一部分脑白质土，这个过程中做术中唤醒，就是做手术把你叫起来。现在最近做的实验是在你做这个区域释放了很多大脑电极，插了很多电极残，这个电极片，那你就不要说话，我问你问题，你用脑子想，然后他把你的数据输出出来，确率大概是60%、-70%之间，输入速度大概是100-150个字。英语就是讲的是英语对，但后来他就找到规律，知道你的脑子怎么运作，确实有点。也就是说，我们至少是可以用的语言，如果你写的话，比如说霍金有这项技术，那是蛮好的，光它就可以大量的产出了。就是我们。学外语的经常说，哎，你用习惯英语思维，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哎呀，头脑的思维是用假设，是用语言思维的话，至少语言中枢的这一部分的信号使用10亿人级别的语言，上百亿的数据训练等级的条件下，可能被正确识别出来，它可以翻译成英语。我说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这是发表了这的科学文章，已经做到了。